简直比航天飞机还复杂呀！白天我在公司给你做秘书，下班给你当保姆，晚上你喝多了还得给你当代驾，我24小时得待命。我也是个人啊，我不是人工智能。女秘书的抱怨，老板却是不为所动，总觉得他做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殊不知宁萌压根就不喜欢秘书这个职位，只是在人事部经理的忽悠下整整做了3年。眼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任职，即便大姨妈造访，宁萌还是强忍痛经的不适，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，陪同陆继明参加10大创投新势力颁奖盛典。会议结束后，陆继明为感谢宁萌3年来的陪伴，特意准备了一个全球限量款 LV 包。谁知这时餐厅服务生推着玫瑰花和蛋糕走了过来，偏偏今天又是愚人节，吓得宁萌当即拒绝了陆继明的好意。这个我不能收。你为什么不能收啊？你配得上他。你这又是包又是花和蛋糕的。陆继明立即澄清，那些花和蛋糕与他无关，他只是想给秘书换个像样的包提升档次。毕竟作为10大新势力投资人的秘书，出门总得有个体面的包。宁萌被他的话搞得甚是尴尬，不料这时一旁吹起了求婚的号角。亲爱的琳琳，嫁给我吧！有洁癖的陆继明顿时胃口全无，训斥宁萌以后吃饭还是得订包间才清静。4月1号求婚不是瞎扯淡吗？宁萌扶了扶眼睛，鼓起勇气将藏在内心3年的想法说了出来。陆总，我不想做秘书，我想去项目部。陆继明一脸懵逼，秘书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转岗？宁萌趁机道出3年前本来就是去应聘项目部的，却阴差阳错成了他的秘书。阴差阳错？呸！天赐良机。陆继明更加纳闷了，既然是良机，为什么不好好的干下去呢？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人事部经理搞的鬼，承诺宁萌只要做满3年秘书就让他转岗。可陆继明根本不知情，而宁萌却以为他在装傻。愤怒之下，他端起桌上的拉菲一饮而尽。陆总，今天是愚人节，但您也不能把我当愚人糊弄啊！聊聊了，你急什么？宁萌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让陆继明以为他是嫌弃薪资太低了，当即承诺从明天开始工资翻倍。我对做秘书压根就没兴趣。事实证明，你天生就是做秘书的好材料。宁萌刚想要发火，而陆继明却劝他见好就收。有哪个秘书像他这么享福的？平常除了泡泡咖啡、送送文件、打打电话，就算是智商高点的黑猩猩训练一下也能胜任。黑猩猩能接电话呀？陆继明连忙解释，并非有意侮辱，只是觉得以宁萌的工作量，现在的待遇已经很优厚了。放眼整个行业，有哪个岗位像这般轻松？哪儿轻松啊？偶尔确实会加个班，无非也就是打打电话、发个微信，不费力气，一台电嘛。气得宁萌又灌下一杯拉菲，直接邀请陆继明去他家聊聊。抵达目的地后，司机询问陆总是在这里等，还是完事之后再来接。当然在这等我了，我要是1个小时没下来就报警。随后陆继明跟着宁萌上了楼，一进门陆继明就嫌弃宁萌家乱得不像女生住的房子。您也觉得这不像女生的家是吧？这哪是家呀？这就是我另外一个办公室，外加1张床，可以小憩。而陆继明却误解了他的意思，夸奖他能把工作带回家做，说明工作用心，所以特意买了个包包当做奖励。你就算送我10个包，装的也都是你的东西啊！我最后说一遍，我不想做秘书了。此刻的陆继明终于失去了耐心。你想在我记名资本做项目，做梦了，下辈子吧。